我是买2种，确实冒出了很多新的那种，太暗了，好像到了脸亮到尾在一直I'm not gonna lie, 다들 하지도 her brain fried. My lady Papa Zanny, other lady. 那我们就开始吧。Hello， 大家，从去年9月吧，我开始收集到现在，已经收集到太多了。我每天看到它们，我都很想赶快把它拿去回收，在这边给大家看。一大袋，满满的一袋。如果大家好奇我从去年大概9月到今年1月、2月用光的产品，我喜欢的产品的话，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哦。首先呢，保健食品胶原蛋白粉，最近把它吃光光的是新药胶原。我是买2种口味的，一个是光润型，另外一个是晶透型。这2个我觉得吃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我觉得当做有吃有补。看了一下它的成分，其实晶透型的话，蓝色这个因为有冰晶番茄跟维他命 C， 所以会让你提亮，有很亮的肌肤。光润型的这个可以让你光亮烹润，我就是混着吃。之前一次团购很多盒，半年时间我吃了8盒，现在也还在吃。自己吃下来我是觉得还不错，不会长痘痘，整体来说会让我气色啊跟肤况比较好。有的时候它会跟 KOL 团购就会比较便宜，你就可以留意看看。这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我才认识的。再来的话就是好好生意的燕窝酸益生菌，相信大家也不陌生，非常有名。一般时候的包装，这种银色的，这个好像是有特殊包装时候的设计。这半年吃了4盒，最近也都还在吃。其实有人是说可以1天2包，但我自己的话，因为我觉得它没有很便宜，所以我是1天吃1包。我每天早上起来1包燕窝酸益生菌，再吃1包胶原蛋白粉，床头都会放1瓶温水，就会先吞这2包，才开始我的一整天。如果你长期吃下来，对你的肌肤提亮的程度一定多多少少都有帮助，都算蛮好吃的，都很好入口，不会有怪怪的味道，推荐给大家。再来的话是蔓越莓定，我在日本买的，你们可以认定一下这个包装，不是在一般药妆店可以买得到，要去 DHC 的专门店才买得到。这个是因为我日本朋友跟我推荐，他那时候觉得上厕所的时候有一点点怪怪，感觉快要尿道炎的时候，他就去买了这个吃，觉得很有效。那因为我之前反复尿道炎的问题，去日本的时候我也有买，把2包都吃完了，也是很好入口，没有什么很怪的味道，1天只要吃1颗，效果也还不错。尿道炎有很多的方式可以预防，不只是要吃蔓越莓定，多喝水啊，不能憋尿，内衣裤的卫生，毛巾要常换啊，等等的，都是息息相关，生活习惯需要去改善。如果大家要去日本刚刚有去 DHC 的专门店的话，可以参考看看。进入到头发保养的部分 ，Lux 力士的极轻光护膜护色聚光洗发精，好长的名字。那为什么会买这瓶呢？是因为有一次我染完头发，刚好手边没有护色的洗发精了，那时候好像是染深吧，爬文了一下，看到有人推荐这个，我想说好啊，也不贵，我就去试试看，就在开价的药妆店买了。用了之后还不错因为一般很多护色洗发精洗完都会超干，这一瓶洗完不会很干，而且它的味道很香，花香味还不错，头发也会有亮亮的效果。如果大家有在找 CP 值高的护色洗发精的话，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洗完头发一定要护发，用润发乳有2个，一个是我一直会回购的，我一开始发现是2年前吧，我去首尔的时候在 Olivia 看到它是排行第1名，买来试用看看。我在首尔的饭店我就已经先用了，我就很爱，隔天再去 Olivia 又再囤了几支回来台湾用，太喜欢了。用完的时候我就在虾皮看到有人在代购，所以我又买了。结果现在台湾就进了，而且 Costco 也有卖。润发的时候使用它要洗掉的，真的头发很顺，而且它的味道也是很舒服。我记得它有2种，我喜欢的是 Tender Bloom 的这个味道，是那种很舒服的花香味，现在也都有在用，如果没了我就会补货。再来另外一个也是需要冲洗的润发，巴黎卡诗的黑钻系列的发膜，你看它被用得很脏，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很好用，头发会变得很顺，然后很柔很亮，它真的好贵因为这个已经有点久远了。我刚刚查了一下，Momo 上200ml大概要2740块左右，非常的贵。
然后它的香味真的很高级，很香，很好闻，所以我都是很珍惜一个礼拜可能1-2次好好疗愈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拿它来用。如果你想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可以买它来试试看，我觉得你不会后悔。但我觉得这种包装有个缺点，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要把它打开来，然后用手在那边勾它的时候，其实就会跑进去很多的水，有一点点不卫生，因为它可能因为潮湿滋生一些细菌啊等等，不是那么爱这种打开式的润发乳。再来的话，不用冲洗的吹头发前会抹的护发乳发油，我最常回购的 Aveda 的花质结构重建精华。它为什么这么小呢？是因为它也是不便宜，所以每次再也挤不出来的时候，我就会拿剪刀把它中间剪掉，然后用手里面去挖，其实都还可以用个1-2次，很节省的把它用完。也是一个我的好朋友推荐给我，他以前在 Aveda 上班，从此整个就入坑了，我整个离不开它。不管晚上要吹头发前，或是早上吹整头发之前，我都会使用它，因为它就有很好的抗热的效果，也可以滋润你的头发，味道也是很好闻。Aveda 很天然疗愈的味道，也是我很推荐的。我都是在 Momo 一次买3入组，它会是最划算。目前如果还找不到替代版的话，我还是会持续的回购它。如果大家有推荐其他这种免冲洗然后一样好用的话，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就可以脱离 Aveda 的绑架。再来的话，小罐的这个旅行组 L'Oreal 的护发油 Extra Rich Deeply Moisturize and Damage Care 的这个版本，受损发质适用，这个我也觉得很好用。但是呢，睡前不会用它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头发的长度有的时候抹发尾，我担心就算它吸收掉了，我睡一睡的时候它可能会跑到脸上啊，抹到脸上，我不想要因为发油长痘痘。有一阵子用发油做最后护发的 ending 的时候去睡觉，隔天确实这边会开始长一些有的没的那种一颗一颗，很讨厌。我后来决定夜间护发的时候，我会跟发油说再见。但是白天有的时候要出去一整天比较久，或者是去日本、韩国或是欧洲比较干的地方，可以用发油加强，会带这种小瓶的去，所以我也是有空瓶了1罐，蛮推荐的。不管是味道、效果，我觉得也都很不错哦。吹头发前除了擦护发之外，我也会喷头皮保养 Newton 舒活植萃养发液，它是这种用喷的方式，所以我就会喷在手上抹一抹，然后涂在我比较在意有落发啊或是一些空洞的地方，我就会这样子按摩一下。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好闻，清爽的质地，强健你的发根。幸运的话可能会让你生一些头发。自己实际使用上，它让我在头顶啊跟发际的这边确实冒出了很多新的那种 baby hair。有一段时间我其实是有点炸毛的状况，因为我有每天的使用它，是看得见的效果的。再来进到身体保养 Paula's Choice 的这个2%水杨酸身体乳，这个是可能之前买大罐的时候送的，我就会带去旅行，就很方便。目前也都还在服役中，只要没了我就会去补货的。我会分区擦身体乳，把它擦在前胸跟背还有背部的下面，预防长一些小颗粒啊或是痘痘。偶尔会加强在手肘啊或者是膝盖脚后跟这些地方做一些温和的去角质的动作，很推的。再来的话就是一般的保湿身体乳，身体乳呢不太舍得花很多钱去买，除非偶尔我可能逛街遇到那种哇我觉得真的太香，或是我觉得哇真的太滋润了，我可能就会想要试试看。但是一般 daily 的话，我都是买平价开价的品牌。Aveeno 燕麦保湿乳就是最 plain 的，这个的话是 Costco 买的，大容量，非常的天然，也没有负担，擦起来也很滋润。重点是我跟 Max 可以一起用，小朋友也友善，超级方便。夏天擦它也不会觉得很黏腻，一年四季我觉得都很好用，非常的滋润。妮维雅极润修护乳液 CP 值超高，它比 Aveeno 在滋润更适合秋冬，又便宜又好用。因为现在是冬天嘛，老木也有时候会脱皮，他就会拿来用，他也蛮喜欢的。妮维雅的身体乳很多支都很有名，但是我自己的话，我最爱的就是这支。它的味道的话呢，妮维雅的味道，我相信如果有用过妮维雅的朋友们就知道，说不上来，也不是天然，也
不是过度香，但是就是一个妮维雅的味道。如果你是追求 CP 值高，可以有效的滋润你的肌肤的话，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露得清的 Deep Moisture 是我在日本的时候买到的，台湾就是没有，因为台湾你到开价去看的话，只有一款，但是我也买过，可是那一款跟这支的味道就是不一样，这支真的是太爱了，它没有什么很重的味道，但是它的滋润效果我觉得超赞，不管是夏天冬天都很好用，大家一定要认定这个蓝色的这一版 Deep Moisture， 我每次去日本就会扛个好几罐回来，但是用完的时候就会很失落，因为就没了，买不到。希望台湾露得清可不可以进这支，我会非常的开心，拜托拜托，许愿许愿。这半年我也空瓶了一个牙膏，好来牙膏 Darlie 的这一支全亮白，之前看人家推荐说对牙齿美白很有效，每天晚上会用它。推不推荐呢 ？OK， 它没有让我变得更不好，也没有让我变得突飞猛进的好，也是那种有用有波比。我觉得如果它能让我的牙齿维持在一个干净白的状态的话 ，Why not？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看看，说不定对你来说非常有用。进入到我最喜欢的脸部保养品，从面膜开始，TT 眼的超导水保湿面膜，这可能是其中的某一盒。后来又翻到我有把之前塑胶袋装，也是一样的超导水保湿面膜 ，daily 最常用的应该就是它了。那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它呢？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让我的肌肤可以立即很保湿的感觉，但是又不会很有负担，我可以省去化妆水的步骤，它就是我保养的第一步骤。我洗完澡、洗完脸先敷它，敷完它之后呢，我就开始按摩，按一按，它就吸收了，然后我也不用再去把它洗掉，很方便，所以我很推。相较可能没有那么好买，但我确定的是宝雅、Momo 上也有，刚好缺面膜的话也可以试试看。但是我觉得保湿面膜真的太多种了，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适合的或喜欢。卸妆的话，贝肤黛玛红色盖子敏弱肌也是大家都推荐到翻掉了吧？我也是不知道已经空瓶好多罐了，因为我不会擦粉底液、眼妆啊那些，所以其实我就是用卸妆巾擦2次之后呢，我就会擦卸妆水擦拭过1次，确认皮肤上没有任何化妆品的残留。运动完流很多汗，想要洗脸的时候，但是又不想弄得全身湿哒哒，也会用它，等于是我一个很安心、不可或缺的好伙伴的存在。好，卸完妆呢就洗脸啦，非常推的就是 Nomel 的 Tender Face Cleanser， 因为洗面乳也是很多种，洗完很干、洗洁力很强的，把你的油脂全部带走，那个我就没有到很爱。Nomel 的这支洗完的时候会有一个很水润的感觉，它帮助你把好的油脂留下来。老木呢跟我身边的朋友也都很喜欢。那洗完脸呢，去角质的步骤提到快要烂掉，宝拉甄选2%水杨酸精华，半年我居然空瓶了2瓶我现在也都一直持续在使用，很温和的去角质。你要让毛孔干净，才不会累积一些老废角质啊或者这些脏污，因为你累积之后它就会变成粉刺，变成痘痘。为了杜绝这一切的产生，你就要从根源开始，是不是用了它就不会长痘痘呢？怎么可能？我觉得它就是减少让你超级大爆痘或是大烂痘的机会。因为我已经算是耐受度有建立了，我其实可以每天用。冬天的话用2天休息1天，重点就是你每天洗完脸都要照镜子去确认今天肌肤的状况是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要修复，有的时候就是要保湿，有的时候就是要加重清洁。你一定要好好的观察你肌肤的需求。化妆水的话，我非常推荐就是这个 Nomel 的前导液，帮助你的毛孔打开，加速你后续保养品的吸收。它就是一个很好基础保湿打底，去迎接后面所有其他比较功能性的保养。老木也很喜欢它。男生如果你不想要很黏，不想要很多步骤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用它当做你 daily 的保湿。它现在有新的包装。当当灰色的这一支，整体上体积会小一点点，但是它的内容物其实是差不多的。Deprogram 敏感话题，在日本的时候，我在药妆店买小梦树的，我想说我要回去试试看。Balance Care Lotion 蓝色这支，它是比较强调油水平衡跟保湿。它虽然叫做 lotion， 但它其实是水状的。然后我自己试用之后，我把这瓶用完，非常喜欢呢，尤其是在秋冬，保湿度很够，不会透到让你完全觉得没有存在感，它会让你有一层微微的保湿感，可是最后呢，它会很好的吸收，然后融入到你的肌肤，所以这瓶我很爱。我用完之后下单了大瓶的，不会很贵，它 CP 值我觉得也算高的。这样子买下来，我记得那时候我在 Momo， 然后用一些摩比折扣，一支好像500多块吧，它也是没有味道。敏感话题系列它都是
敏感肌友善的路线。我最喜欢就是它的质地跟用上脸的感受，我很开心我有遇见它，然后我有试用它，找到一个新的选择。精华液的部分真的是挺多的，修丽可色修精华，它是可以舒缓泛红、舒缓干燥、保湿的效果。空瓶了1罐，目前是还没有回购，那主要是因为我手边可能还有好几个其他的精华，使用感受没有那么深刻，乖乖的用完了，印象中也是还不错。有兴趣的朋友，我觉得也可以试一下，因为它也蛮红的。再来是这个 Cetaphil 的 B5 精华，也是舒缓修护的精华。这支的话，我就非常的爱，我就有回购。我现在也有一支新的，质地跟味道都非常的得我心，比较浓稠一滴滴的质地，但是上脸之后很快的吸收。重点是我觉得它的味道太疗愈，它有一种米的味道，很舒服的味道。擦完之后你会觉得整个脸都被好好的呵护跟疗愈。有的时候我运动完，带小孩去外面玩了一整天，晒了一整天，上完第一步骤的化妆水，我就会擦它，很好的镇定的效果。再来的话，24小时的保湿精华，空瓶了2罐，很简单的保湿的效果，比一般水状精华液再浓稠一点，它是白色的，不需要上一些 A 醇啊酸类的产品之前，我就会先上一层保湿精华打底。再来就是影片中的常客，超多 B3 精华，这半年就空瓶了4罐，会这么多，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老木也会用，那我自己也很常用，皮肤达到一个很好的油水平衡，稳定肌肤，不会让你的脸长一些怪东西，帮助你的皮肤抗菌、调油补水，白天晚上都可以用，它就是很好用。你有在观望 No.Male 产品的话，我觉得你第一支就可以先试试看 B3 精华，我觉得你不会失望。再来呢，也是我影片中的大常客，宝拉甄选的 0.3% A 醇加2%补骨脂粉精华乳。哇，我这半年居然空瓶了2支耶！我通常的使用方式会事先一个可能保湿打底的精华液，然后后面等它吸收之后呢，我就会用这个 A 醇的精华乳。我觉得它就是让我的皮肤非常的稳定，因为它除了抗老之外，我觉得它也是帮助你的肌肤很好的代谢，也可以调节肤色不均，也可以让你的颗粒感啊，或者是你肌肤的纹理更加的细致。所以我觉得这支就是我好像也离不开它了，真的让我一阵子之后会觉得，哎，你的皮肤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 A 醇，或者是你用过其他 A 醇，你觉得没什么效果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它。当然就是你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使用，可能1周从1次好到2次，再来像我现在的话，其实我是可以天天用的，慢慢建立你的肌肤耐受度的话，其实你就可以跟它成为很好的朋友。我现在也都持续有在使用当中，推推。再来呢，就到了乳霜的部分 ，No.Male 的清透水凝霜，我用光了3罐，非常的清透，因为它叫水凝霜，你一抹上去的话，就有种爆水霜的那种概念。保养的最后一个步骤，非常清爽保湿。通常呢，我会是在白天妆前使用，跟你的底妆也不会打架。老木也很喜欢这个，因为男生就不喜欢很黏腻，所以我都会一直叫他，如果太干的话就要擦它。再来的下一个产品呢，是刚刚 No.Male 水凝霜的滋润版本 Rich Cream 滋润霜，它很像奶油的质地，我也是很爱。秋冬的最后一个步骤比较滋润，所以它可以搭配美容仪去做按摩的动作，或是拿刮痧板都很赞。秋冬我也是很爱，我现在也都是有在用的。鼎鼎大名理肤宝水的 B5 乳霜，婴幼儿界很有名的屁屁膏。我一开始呢也是像 Max 刚出生的时候，我也都是会备这条，其实现在外出也都还是会带，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擦伤或者是一些红红痒痒、过敏啊一些小状况，就会拿它来擦，就很有效。我自己的话呢，也都会常备一条在我的保养柜里面，因为我是比较偏混合油肌，拿它来擦全脸的话，其实我是会有点担心。以前呢，我都是拿来，比如说有些痘痘，或者是像我鼻翼这边可能比较容易干裂掉，我就会拿它来擦一下，局部式的修护。但是我发现秋冬保养的最后一个步骤，我拿出勇气拿它涂全脸，我整个很爱哇！整个脸亮到我觉得隔天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脸怎么那么亮？就是因为它它是可以拿来擦全脸。有的时候呢，要加强修复的话，我就会拿乳霜搭配面膜，先把乳霜涂满全脸，然后再压一片保湿面膜，最后再用面膜把乳霜涂掉之后，哇，你的脸亮到，这是我很推荐的 double masking 的一个组合。如果你最近刚好皮肤真的裂到不行，或者是你去下雪的地方，你都可以试试看哦。再来的话是护手霜，我用
完的是雪肌精的 Zaki Say Hand Serum， 它真的是像它所说的 Hand Serum 是比较清透的，比较水状，滋润度没这么够。可是呢，如果你只有一点点干干，然后你擦完马上去做别的事情，要去打字啊、上班，我觉得它蛮棒的，不会让你到处摸的都油油的，很轻盈的补水。但是如果你真的已经干到不行了，可能不太够。护手霜真的是太多了，有别人送的，然后又有我自己到处逛到的时候买的，所以护手霜的部分我觉得是很难再回购。护唇膏的话呢，我用完的是这2支，一个是 DHC 的这个紫色版本 Extra Moisture Lip Cream， 这个是我在日本买的。其实护唇膏要用完，我觉得也是不容易，但是这支呢，我有把它用完，然后我觉得很滋润。另外一个话是这个，你看那个包装已经烂到曼秀雷敦的，就是你到处都很好找到，又很便宜的深层保湿润唇膏无香料，蓝色的这个版本。很便宜，然后也很滋润。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它包装最后会变成这样，你带出去放在包包里拿出来的时候，就想说是不是有点可怜？但是它确实是 CP 值很高又很好用。如果你不想要带出去涨价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家里，随便一个外套、背心的口袋，想到就拿起来补一下。OK， 以上就是这半年所有护肤品的空瓶分享，讲得我全身都流汗了，天都快要暗了。最后的话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况。其实也看到默默的有了我今天看好像511位的朋友有发了。里面有很多我的好朋友跟家人，但也有很多新的朋友，就是很谢谢你们的支持。但是其实我比较少更新了，因为我变得好忙，没有办法每周的周更。但是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可能记录一下旅行啊，或者是像这样子的空瓶的分享，对我来说会比较容易，我也比较有时间可以去做到。再来是现在在录的这只手机是我的新手机，我换 iPhone 17 Pro， 谢谢老木，这是我的生日礼物。然后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因为我现在是用前置镜头录，有够清楚画质真的超好的，很赞我还在跟这只新手机磨合当中，希望我可以更了解你，我们可以好好相处，可以陪着我记录更多生活，拍出很棒的素材。第3件事情，报名了5月的路跑，跟我朋友一起要去跑，所以我最近也是蛮努力的在练跑。我有跟 ChatGPT 一起聊天，说我现在的跑速大概多少啊，我可以跑多久，然后我的运动习惯等等，我们有一起拟定了一个5月10K training plan， 持续增强我的不管是有氧的训练或者是距离的训练。我昨天也刚跑完了大概 3.4K， 我今天会去重训，明天预计要做1次的长跑，很努力的在练跑运动，调节我的身体的状况。第4个 update 是因为我前阵子可能压力有点大或是焦虑，然后就导致我影响到睡眠，我就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目前已经大概1个礼拜了，我觉得还蛮有效的。这个改变呢，就是我睡前我洗完澡之后呢，我就不用手机了。我10点开始呢，我就把手机放在餐桌，进房间洗澡，进行我一系列的保养。边保养的时候呢，我就会看电子书，我就不看手机了，我也不追剧了，我也不滑脆，也不滑 Instagram， 做我的保养，然后看书，让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让我的脑不要一直接受那么多新的刺激，情绪可以很平稳。然后我发现我这礼拜一直持续这样做下去之后呢，我就变得很好睡了，我也不会翻来翻去，我就直接睡进去了。以这样子的做法之后，我比较容易入睡。所以如果你最近有这样子的类似的情形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试试看放下手机，减少蓝光的这些刺激，或是短影音的这种在一直刷这样子的状态，可能会让你很焦虑，也会让你很 exciting。以上就是我最近的一些小小的更新，希望之后还是有机会可以分享我的一些生活的片段。今天这支影片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拜拜。